咸阳城上空飘落的不是雪，是灰，那种混合了丝绸、楠木、骨头和黄金烧焦后的黑色粉末粘在秦帝国的每一寸土地上，3个月不散。对于关中百姓而言，这灰烬是文明的丧钟，但对于那个身披重甲站在废墟之巅的26岁年轻人来说，这是复仇的焰火。他不需要接管这个庞大的帝国机器，他只需要证明一件事：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一刻，项羽手里握着的不是权杖，而是一把用来肢解天下的屠刀。秦帝国的操作系统彻底崩盘了，子婴投降，咸阳东开，原本严密的中央集权网络瞬间断电，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此刻聚集在函谷关内外的40万诸侯联军，并不是来搞建设的，他们是来分尸的。关中平原800里秦川，4塞之国，这里是整个东亚大陆最完美的战争堡垒，也是秦始皇横扫6国的能源基地。按照刘邦的算盘，哪怕做一个关中王，也能依据险阻虚图天下。但项羽不同意，在他的认知系统里，秦朝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郡县制这个版本太超前，步子迈太大，扯了蛋。他要回滚系统，他要恢复那个贵族共治的血统高贵的黄金时代。于是，一场名为分封，实为分赃的大会在西庭拉开了帷幕。项羽入关了，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暴力清算。如果说刘邦入咸阳是黑客入侵，悄无声息地接管了后台权限，封存了府库和地图，那么项羽入咸阳就是物理格式化。屠城，咸阳街头血流飘橹，秦王子婴系颈遗祖，奉上天子喜服。项羽没有犹豫，杀秦朝宗室，无论男女老幼。杀，接着是阿房宫，烧秦宫室，火3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儿童。项羽干了3件事：烧房子、抢财宝、抢女人。这不是解放者的姿态，这是强盗分赃的狂欢。大火吞噬了秦始皇收集的6国珍宝，吞噬了诸子百家的孤本典籍，也吞噬了关中百姓对这位诸侯上将军最后的一丝幻想。系统警告，项羽在这里犯了一个致命的算法错误。他以为自己在摧毁暴政，实际上他在摧毁秩序本身。他在向天下人展示，我也不是什么救世主，我只是一个更强壮、更残暴的强盗。这一把火烧掉了秦帝国的硬件，也烧掉了项羽集团的合法性。如果说烧阿房宫只是毁坏公物，那么接下来的操作就是彻底的政治自杀。分完战利品，项羽发现还有一个巨大的隐患没处理，义帝楚怀王。这个曾经被项羽叔侄捧上神坛的傀儡老板，现在成了多余的废弃代码。项羽已经自封西楚霸王，还需要一个名义上的皇帝骑在头上吗？不需要。项羽的逻辑很简单，系统要升级，旧版本必须卸载，但这个理由怎么找？史记里留下了项羽的一句原话，把他的傲慢刻画得淋漓尽致：怀王无功，故当分其地而亡之。老板没干活，凭什么分钱？项羽是历史上第一个把绩效考核引入弑君逻辑的人，在他的世界观里，拳头就是股份，战功就是股权。你怀王虽然是名义上的 CEO， 但没有上一线砍人，那就是无功。既然无功，那就消失。他没有走禅让的过场，也没有找个暴病而亡的借口，他选择了最原始的物理手段。义帝被强行勒令迁徙去长沙，当船行至长江之上，九江王英布早已等候多时，没有任何废话，船毁人亡沉江。系统警告，这是项羽霸业中最大的坏账。他以为这叫果断，实际上这叫送人头。他亲手把大义这面旗帜砍倒，然后送到了刘邦手里。日后刘邦集结56万联军打项羽，用的理由只有一个，为义帝发丧。这一刀杀死的不是义帝，是项羽自己的统治根基。杀完老板，接下来就是重新分配天下的股权。历史上著名的细庭分封被后世儒生批评为乱封，但在帝国审计师看来，这绝非随意的乱点鸳鸯谱，而是一次政治拆解。项羽一口气封了18个王，如果你摊开地图，就会发现这18个王的位置全是被精心错位过的。第一刀肢解强权，曾经强大的战国七雄被项羽彻底打散，齐国实力太强，一分为3；秦国地盘太大，一分为3；甚至赵国、燕国也被拆分。项羽的逻辑很清晰，他要通过物理上的切割，确保这世上再也没有任何一个诸侯国拥有挑战西楚霸王的体量。第二刀困死刘邦。关于刘邦的去处，项羽没有表现出任何情绪，只有算计。他撕毁了先入关中者亡之的约定，将刘邦赶出了富庶的关中平原，扔到了巴蜀与汉中。在当时的地理认知里，那里是秦岭以南的荒蛮之地，四面环山，进得去，出不来。为了把刘邦彻底锁死在山里，项羽将关中一分为3，封给了3位秦朝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史称3秦。为什么是这3个人？
当年巨鹿之战后，项羽在新安坑杀了20万秦军降卒，唯独留下了这3位主将。所有的秦国百姓都恨透了这3个卖主求荣、害死自家子弟的秦奸，把这3个人封在关中。他们没有任何群众基础，随时面临秦人的反噬。他们想要活下去，唯一的依靠就是项羽的支持。他们想要坐稳王位，唯一的任务就是咬住刘邦。这不是忠诚，这是绝路。项羽利用仇恨在关中构筑了一道封锁线。第3刀，制造对立。为了防止诸侯结盟，项羽故意颠倒了功过与地盘。在赵国，他赶走了赵王，把王位给了背叛赵王的张耳；在齐国，他无视了实力最强的田荣，扶持了几个听话的傀儡，把土地分给叛徒，把旧主赶去边缘。这种分配方式让诸侯之间陷入了无穷无尽的法理纠纷与内斗，大家为了争地盘打得头破血流，自然就没有精力去反抗项羽。第4刀，安插亲信。至于自己的侧翼，项羽安排了最能打的英布做九江王。九江国紧邻西楚，向南镇压百越，向西作为屏障。即便是对自己人，项羽也没有单纯的封赏，而是将其作为一颗战略棋子定在了帝国的南大门。18路诸侯看似雨露均沾，实则暗流涌动。项羽以为通过制造分裂和仇恨就能确立自己唯一仲裁者的地位，但他低估了人心的反弹力。当所有人都觉得不公平时，混乱就不是他能控制的了。分封完毕，有人劝项羽，关中阻山河司塞，地肥饶，可都已罢。意思是老大别走了，就在咸阳建都吧，这里易守难攻，又有经济基础，是建立帝业的绝佳服务器。项羽看了一眼被他烧成废墟的咸阳宫，又看了一眼等着他带战利品回家的江东子弟，他说了一句名言：富贵不归故乡，如衣袖夜行，谁知智者。这就是项羽的原算力天花板，他的格局只有衣锦还乡。他不想做天下的皇帝，他只想做楚国的霸王，他只要荣耀，不要责任。劝说的人叹了口气，私下吐槽：人言楚人穆侯而冠耳。果然，你们这帮楚国暴发户性情急躁，像猴子一样坐不住，只配做草寇，不配做皇帝。这话传到了项羽耳朵里，项羽的反应不是反思，而是烹制，把这个人扔进锅里煮了。这是一次标志性的系统排异反应，项羽容不下逆耳之言，更容不下对他智商的质疑。穆侯而冠这个成语从此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也钉死了项羽的政治上限。在系统论的视角下，项羽的失败不是因为他坏，而是因为他逆商。版本的强制回滚，秦始皇花费几十年把天下整合成了一个局域网。虽然防火墙太严苛导致了崩溃，但大一统的底层协议已经写入了历史的进程。项羽做的事情是试图把已经连成一体的天下重新拆成18块碎片，这是历史的倒车。那些被秦国统一过的人心和市场已经无法适应这种碎片化的割据。只有算计，没有共识。项羽的分封名单充满了权术的味道，让降将看守刘邦，让叛徒治理赵国，让傀儡分割齐国。他以为靠这套精密的制衡术就能控制天下，但他忘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利益可以收买人，但无法团结人。当所有人都觉得自己分少了，所有人都觉得自己被侮辱了，这个系统就会瞬间过载。3阶层的傲慢，项羽不杀刘邦不是心软，是看不上。在贵族的眼里，刘邦这种混混即使封了王也是个乡巴佬，给他一块烂地他就会老死在那里。项羽无法理解刘邦这种生存狂生物的进化速度，他不知道正是因为被逼到了绝境，刘邦的系统才被迫进行了最高强度的迭代升级。公元前206年的春天，咸阳的火光终于熄灭了，项羽心满意足地回到了彭城，做起了他的西楚霸王。他觉得自己重新定义了世界。而在遥远的秦岭栈道上，刘邦正带着数万大军一步一步地走向那片蛮荒的巴蜀之地，每走一步，身后的栈道就被烧毁一段，烧绝栈道，以示无还行。这是给项羽看的，大哥，我认怂了，我不出来了，你也别来打我。项羽信了，他看着地图上那条断绝的栈道，发出了轻蔑的笑声。他转过头，开始享受美酒和虞姬的歌舞，但他听不到齐国田荣愤怒的咆哮，正在点燃东方的烽火；他听不到汉中萧何日夜不休的算盘声，正在计算反攻的粮草；他更听不到那个即将被任命为大将军的年轻人韩信正在磨亮手中的剑，准备给这个旧世界来一次彻底的降维打击。死局已定，只等惊雷。这周日，帝国史上最惨烈的战争绞肉机即将开启，3万对56万，彭城之战，人类战争史的至暗时刻。